你是否还在为养肝护肝而买昂贵的保健药品？其实我们日常菜市场里就藏着5种廉价又神奇的蔬菜，它们才是真正的肝脏解毒王。每周只要吃上1次，就能滋养肝脏，帮肝脏排毒，把血管都洗干净，稳住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这3高问题，甚至让你肝里累积了几十年的毒素慢慢排空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探讨这5种平民菜，为什么它们有如此强大的功效，以及如何食用才能发挥最大作用。现代人生活忙碌不规律，经常暴饮暴食、酗酒应酬、熬夜晚睡、抽烟应酬，这些不良习惯都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肝脏。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器官，被称为人体的化工厂，每天负责分解代谢各种毒素。但肝脏也是个哑巴器官，没有痛觉神经，就算受损也不会马上让你感到疼痛。不知不觉中，脂肪肝、酒精肝等问题可能已经找上门，肝细胞里堆满了油脂和毒素。我们的肝脏或许在默默求救，而我们却常常忽视它的声音。等到真正出现黄疸、肝区疼痛等明显症状时，往往问题已经很严重，错过了最佳调养时机。俗话说，养肝等于养命，平时就要替肝脏多想一点，定期给它排毒减负。幸运的是，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天然的肝脏守护者。下面就让这5位肝脏解毒王一一登场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养肝护肝。首先登场的是牛蒡，细长褐色的牛蒡根，也许你在菜市场并不常留意，但它其实享有东洋参的美名。早在古代中医典籍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，牛蒡根性平胃肝，有散风除热、解毒的功效。牛蒡子和牛蒡根都可入药，也是药食两用的宝贝。日本人更是把牛蒡当作长寿饮食的一部分，认为它滋补强身、助长寿。在营养学上，牛蒡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、菊糖以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，特别是牛蒡中的水溶性纤维菊糖，也叫做洋蓟糖，进入肠道后能吸附胆固醇和毒素，帮助排出体外，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。同时，菊糖还能调节饭后血糖，上稳下不让血糖飙升，对预防血糖过高很有帮助。牛蒡的厉害之处在于清扫全身的毒素垃圾，被称为天然的血液净化剂。牛蒡根中含有一种特有的木质素和牛蒡甘源等活性成分，这些物质能够帮助肝脏酵素抓住体内的各种毒物，将它们分解中和。研究发现，牛蒡甘源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能扫除体内的自由基和毒素，还能调节身体的免疫功能，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。中医也认为，牛蒡性稍凉，入肺经和胃经，能清热解毒，疏散体内积热。当我们吃下牛蒡后，它仿佛一把温和的扫帚，不仅帮肝脏排毒，还顺带清洁循环系统、消化系统、泌尿系统，甚至呼吸系统，把血液中的垃圾、血管壁的沉积物都一扫而空。所以有人说，常吃牛蒡可以让血管更通畅，皮肤更洁净，整个人觉得轻盈不少。牛蒡的降三高功力也不容小觑，它的纤维和钾元素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胆固醇，菊糖能稳定血糖，预防血糖飙高。长期食用牛蒡有助于改善高血压和高血脂的状况。牛蒡在烹调上也很简单美味，你可以把新鲜牛蒡刷洗干净后，切丝和红萝卜一起清炒成日式风味的金平牛蒡，脆嫩香甜又健康。或者切片和排骨一起炖煮成牛蒡养生汤，牛蒡的清香融入汤头，既滋补又解腻。此外，许多人喜欢用牛蒡来泡茶，将牛蒡切成薄片晒干，或低温烘干后冲热水，就是一杯淡淡甘甜的牛蒡茶。每天餐后喝一杯牛蒡茶，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，清理肠道毒素，也间接减轻肝脏代谢负担。难怪牛蒡茶在近年成为养生热门饮品。不过牛蒡偏凉性，体质虚寒或容易腹泻的人一次不宜吃过量，适量食用才能最好的发挥它的功效。总的来说，平价的牛蒡堪称肝脏和血管的清道夫，经常吃一吃等于替身体大扫除。
何须再破费买什么排毒补品呢？接下来登场的是家喻户晓的白萝卜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在民间养生经验里，白萝卜可是冬天的宝，甚至有平民人参的称号。别看白萝卜价钱便宜，长相朴实，它的保健功效可一点都不平凡。白萝卜味甘辛，性凉，入脾胃经和肺经，在中医理论中具有消食化积、清热解毒、行气利尿的作用。每当我们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或者肚子胀胀不消化，老人家总爱煮点萝卜汤给你喝，因为白萝卜能帮助胃肠消化食积，缓解胀气，减轻食物滞留带来的身体负担。中医还说萝卜顺气，意思是白萝卜能疏肝理气，将肝脏郁滞的气疏散开，这样人就比较舒服。肝气顺了，整个代谢功能也正常运转起来。从现代营养看，白萝卜水分多，热量低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。它有一种辛辣的成分，名为芥子油，这是白萝卜特有的硫化物，能刺激消化液分泌，加速肠胃蠕动，帮助我们更快排出体内废物与毒素。白萝卜和青花椰菜一样，属于十字花科蔬菜。研究发现，其中含有葡萄糖、硫代和异硫氰酸酯等活性物质，能够促进肝脏的解毒酶活性。换句话说，吃白萝卜相当于给肝脏加了几个解毒小马达，对清除体内致癌物质和毒物有积极作用。因此，有人称白萝卜是肝脏的。清道夫特别适合经常应酬喝酒、肝火旺盛的人食用。经常喝酒的人聚餐时多吃几片白萝卜或者喝杯萝卜汁是有道理的。白萝卜中的活性酶可以帮助加速酒精代谢，促进乙醛分解，减少酒精对肝脏的伤害。难怪有些解酒汤的食谱里都看得到白萝卜的身影，比如韩国人醒酒常喝的牛肉萝卜汤，或是民间流传的蜂蜜萝卜水，都利用了白萝卜清热保肝、解酒舒胃的功效。对于常觉得口干舌燥、肝火旺的人来说，白萝卜生吃还能清热生津、解渴润喉，缓解体内燥热。白萝卜在预防三高方面也有一手。首先，它富含纤维，却几乎不含脂肪，热量很低。用白萝卜替代一部分主食或高热量食物，有助于控制体重，间接改善高血脂和高血糖问题。其次，白萝卜的钾离子含量丰富，钾有协助钠排出的作用，多吃含钾蔬菜有助于稳定血压，减少水肿。白萝卜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，可以减轻肝脏的氧化压力，保护肝细胞不被自由基破坏。这对于长期饮酒或肝炎患者来说尤为重要，有助于预防肝硬化和肝癌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医有个说法，服用滋补中药，特别是人参类补药时，不宜吃白萝卜，因为萝卜有下气和解药性的作用，可能会削弱补药的效果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进补参茸，暂时别吃萝卜，但平时没有吃补药时，大可安心享受萝卜的美味与益处。怎样吃白萝卜最养肝呢？很多人喜欢将白萝卜煮汤，例如萝卜排骨汤、萝卜牛肉汤，既能去腥解腻，又能充分摄取萝卜的营养。在煲汤中，萝卜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会溶出在汤里，更易吸收。如果想发挥白萝卜行气化痰的作用，可以生吃或凉拌少量白萝卜丝。生的萝卜辛辣味浓，发散作用更强，可迅速通气顺畅，止咳化痰。但生萝卜偏凉，脾胃虚寒或容易腹泻的人不宜生吃太多，最好煮熟再吃。属于热性体质或上火的人则可以适当生吃一些来清热。还有一个民间智慧，白萝卜配豆腐，养肝又护肾。萝卜清热顺气，豆腐补益脾肾，两者同时可谓相得益彰。在许多养生食谱中，白萝卜炖豆腐是一道经济实惠的养肝菜，每周吃上2-3次，据说能够分解肝毒，保护肝脏，同时补充蛋白营养，让身体更强健。由此可见，小小白萝卜其实是全身性的健康食材，平时多吃点，肝脏舒服，连医生都少跑。第三位出场的葛根，可以说是肝脏的解酒救心和降压高手。葛根其实就是野生的甜葛藤块根，在中药里赫赫有名。过去人们常用葛根来治疗脖子僵硬的落枕或发热无汗的感冒。
经典方剂葛根汤即以葛根为主，但葛根还有一个重要作用，就是护肝解酒，改善血液循环。对于经常喝酒应酬的人，葛根真是一大福音。葛根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，其中一种叫大豆苷，也称葛根素前体的成分，能促进体内酒精分解代谢。简单来说，喝酒前后服用葛根，酒精更快被分解成无毒的物质，减少了乙醛在体内积累的时间。乙醛正是让人宿醉头痛、损害肝脏的罪魁祸首之一。葛根帮助代谢酒精，就等于替肝脏挡下了一刀，减轻酒精对肝脏和大脑的伤害。同时，葛根还能保护胃黏膜，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。所以，民间有早晨醒酒吃葛粉粥的说法，就是利用葛根粉调水煮成粥汤，作为解酒护肝的灵方。除了解酒，葛根在改善血液循环和降低血压方面的作用也十分突出。葛根中的葛根素及上面提到的大豆苷生成的活性成分，被证实具有扩张血管和增加局部血流的效果。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，改善微循环，让细小血管里的血液流通更加顺畅。这对预防血栓、改善末梢循环不良，比如手脚冰冷很有好处。更厉害的是，葛根素还有类似贝塔受体阻断剂的作用，能调节交感神经活动，降低过强的心脏收缩力，同时影响肾素、血管紧张素系统，从多个途径达到降血压的效果。难怪在许多降压中成药里都能找到葛根的踪影，比如古方、天麻钩藤饮和一些现代中药降压茶，都喜欢加点葛根来增强降压，保护血管的功效。对三高人群来说，葛根可谓一举多得，它不仅降血压，还能改善血管弹性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有助于预防中风和冠心病。至于血糖方面，葛根中的黄酮类物质也被研究证实有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，长期看有助于稳定血糖。可以说，葛根全面呵护心脑血管和代谢健康，是个低调的保健能手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食用葛根呢？新鲜葛根在农贸市场并不算常见，但中药店和超市里很容易买到晒干的葛根粉。葛根粉呈浅米白色淀粉状，可以直接用沸水冲调成透明的糊状羹汤，加点蜂蜜就是一道清凉可口的葛根羹。这种葛根羹在夏天特别受欢迎，因为葛根有清热生津的作用，喝下一碗能解渴除烦，保护肝脏。在江南一带，老一辈喜欢炖煮粉葛汤，粉葛其实就是葛根，搭配鲩鱼或猪骨、红萝卜、蜜枣等熬成汤，据说对解除宿醉、降血压、养颜都有奇效。在台湾和东南亚还流行把葛粉加入豆浆或谷类饮品中，做成养生冲调饮。除了内服，葛根外用也有妙处。夏天容易中暑、头晕时，取少许葛根粉抹在太阳穴上，有助于清凉提神呢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葛根虽好，但偏凉，体质虚寒者不要每天都吃很多。另外，如果本身血压偏低，服用葛根产品时也需留意血压变化，以免降得过多。总之，葛根作为便宜的中药食材，每周来上1-2次葛根茶或葛粉羹，特别对经常喝酒应酬或有高血压隐忧的人大有裨益。第4位默默无闻的英雄是荞麦。荞麦其实不是蔬菜，而是一种粗粮、杂粮，但我们把它算进来，因为它在菜市场的杂粮摊随处可见，价格便宜，却是肝脏和心血管的极佳养料。荞麦又称为三角麦或黑珍珠米，属于蓼科植物的种子。过去在农村，荞麦被视为度荒年充饥的粮食，很多山区老人终年以荞麦为主食，而依然健康长寿。现在营养学家重新审视这种古老谷物，发现荞麦堪称营养宝库，富含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E 以及镁、锌、锰等微量元素，其中几项营养特质对肝脏和血管特别有益。首先，荞麦含有丰富的烟酸，也就是维生素 B3。烟酸在人体内参与氧化还原反应，对物质代谢非常重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临床上高剂量的烟酸被用来当作降血之药，因为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LDL 和甘油三酯，同时升高好胆固醇 HDL。而荞麦恰恰是天然的烟酸来源，
适量常吃有助于调节血脂，预防脂肪在肝脏和血管中沉积。其次，荞麦之所以闻起来有点特殊的香味，是因为里面含有一种叫芦丁，也称荞麦黄酮的物质。芦丁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黄酮，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强血管韧性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。换句话说，能使血管壁更坚固、有弹性，不容易破裂渗血。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这可以减少脑出血、中风的风险；对糖尿病人来说，则有助于预防视网膜微血管出血等并发症。荞麦中的芦丁还具有抗炎作用，可以保护血管内皮不受炎症和氧化损伤，进一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。再次，荞麦属于低升糖指数的谷物，它的碳水化合物消化比较慢，不会让血糖迅速飙升，适合作为糖尿病人或减重者的主食替代品。荞麦中还含有镁元素，镁有助放松血管、降血压，富含的钾则有排钠作用，也利于控制血压。难怪营养师们都推荐用荞麦取代部分白米面制品，这对稳定三高大有好处。对肝脏而言，荞麦的高纤维是个宝，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便，将代谢废物和胆固醇排出体外，减轻肝脏负担。很多人爱吃精致白米面，导致纤维摄入不足，肠道通便慢，部分毒素和胆汁酸在体内反复被吸收，增加了肝脏解毒压力。如果把部分主食换成荞麦这样粗粮，就能改善这种情况。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最好摄入50到150克的粗粮杂豆，所以我们在煮饭时不妨抓一把荞麦米与白米同煮，煮成2米饭，这样既增加了全谷杂粮的比例，补充更多营养，又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延年益寿。除了煮饭，荞麦还可以磨成粉，制成荞麦面条。日本的荞麦面就是很有名的例子，或者烘烤成荞麦饼干、面包。市场上还有苦荞茶出售，那是用特定品种的苦荞麦炒制而成的茶饮。泡一杯苦荞茶，淡棕色的茶水散发出麦香和微微甘苦，据说常喝也有助降血压和血糖，对肝脏解毒功能也有加强作用。当然，初次大量食用荞麦的人可能会有些肠胃不适，比如胀气，因为纤维和某些特殊成分在起作用。建议大家从小量开始逐步增加，同时多喝水，让纤维充分膨胀发挥作用。总的来说，荞麦虽然其貌不扬，但却是平价又强大的养肝护心食材。把它融入日常饮食，你的肝脏和血管一定会偷偷感激你。最后压轴出场的是乌梅，也就是乌梅干这种酸酸甜甜的小果干。别看乌梅个头小，作用可不小。它在中医里素有敛肺、安回、固崩、止渴等功效，被誉为药食两用的宝贝。其中止渴生津是乌梅的重要特点，相信大家都有经验，嘴里含一颗酸梅，很快就生出口水，不那么口干了。相传三国时代，名将曹操就曾利用人对酸梅的这种生理反应，巧施妙计解决士兵缺水的困境。当时曹军在炎热荒野中行军，士兵们又渴又累，士气低落。曹操灵机一动，对士兵说，前方有一片梅林，结满酸酸的梅子。将士们一听，口中顿时生津，再咽口水，仿佛真的尝到了梅子的酸味，精神也振作起来，最终度过了难关。这个典故望梅止渴流传千年，正说明酸味对人体生理影响之大。酸梅之酸不仅能解口渴，还能刺激我们胃肠道分泌消化液，帮助消化食物，增进食欲，这对保护肝脏也很有利。因为食物充分被消化吸收，残渣和毒素产物就减少了，肝脏需要处理的有害物质也跟着变少。另外，酸味有收敛作用，像乌梅泡水喝可以止泻、调理肠道，避免水分与电解质过度流失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于肝脏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环境。更妙的是，中医理论提到酸入肝，酸味食物对肝有独特的益处，适量的酸味能柔肝、滋肝，平衡肝脏的阴阳。乌梅味极酸，是入肝经的佳品，特别适合肝阴不足或肝气虚弱的人。对于长期熬夜导致肝阴亏虚、口干眼涩的人，或是大量出汗、体液流失过多的人，乌梅生津的效果能帮助补充体液，
减轻肝脏因津液不足而运行不畅的状况。可以说，乌梅为肝脏提供了一个酸性 SPA， 让疲惫的肝细胞得到滋润和调养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乌梅中含有柠檬酸、苹果酸等有机酸，以及多种酚类抗氧化物质，这些成分能提高肝脏的解毒酶活性，增强肝细胞对有害物质的抵抗力。同时，乌梅的有机酸还能帮助我们中和血液中的一些酸性代谢产物，加速它们排出体外。很多人在大鱼大肉之后容易胃酸过多，消化不良，喝杯酸梅汤常常感觉舒服许多，就是因为酸梅汤可以调节胃酸，促进消化液分泌，把积食和油腻更快地分解掉，也让肝胆分泌的胆汁更顺利地排出。这等于从另一个角度替肝脏减压，加速对脂肪和毒素的处理。乌梅对三高问题也有辅助效果。酸梅汤不仅能解渴生津，也是古代解暑降压的偏方之一。炎炎夏日人容易中暑，血压波动，老一辈常备一壶酸梅汤，说是能清热防暑，稳定血压。酸梅中的钾元素很高，有利尿排钠、降低血压的作用。加上酸梅汤往往略加食盐，反而能平衡体液渗透压，防止因大量出汗导致的低血压晕厥。至于降血脂，酸梅本身含纤维和抗氧化物，可减少坏胆固醇的氧化积累。而且传统自制酸梅汤里通常会加入山楂同煮，山楂酸酸甜甜，也是活血化瘀、降脂降压的能手。搭配乌梅效果加成。山楂所含的三萜类含黄酮类物质，能够降低胆固醇含甘油三酯，被称为天然的开胃消脂药。因此酸梅加山楂一起熬煮，不仅口味好，还能帮助清理血管油腻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可以这么说，一杯传统的酸梅汤就是一杯集合了护肝、降脂、通血管功效的健康饮料。自己在家怎么制作简单的酸梅饮呢？其实方法很容易，准备乌梅3颗、山楂干3颗，或新鲜山楂切片几片，再加适量冰糖和1小撮食盐，清水约1公升。一开始用冷水把乌梅和山楂浸泡半小时，让食材充分吸水，然后开大火煮沸，转小火慢熬30-40分钟，直到水色变得深红发黑为止。最后掉入冰糖煮化，起锅放凉就完成了。盐只要一点点即可，不需要太咸。这样煮出的酸梅汤酸中带甜，甜中带咸，风味层次丰富。放凉后放入冰箱冰镇，更是暑天里绝佳的清凉饮料。喝上一杯，不仅暑气全消，还有护肝理气、引火归元的作用。所谓引火归元，就是指引导虚浮的火气回归生命之源，达到收敛安神的效果。对于虚火上炎、烦躁易怒的人，酸梅汤也能够平肝火、静心神，可谓一举多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乌梅虽好，但毕竟很酸，胃酸过多或有消化性溃疡的人不宜空腹大量饮用酸梅汤，否则可能刺激胃黏膜。还有糖尿病患者若要喝酸梅汤，记得不加糖或少加糖，避免血糖升高。总的来说，乌梅是物美价廉的养肝小零食，平时吃1-2颗酸梅既开胃又保健，是比吃糖果强太多的选择。介绍完这5位菜市场平民英雄，我们不禁感叹，大自然真是最好的医生。这些随手可得的食材，个个都有独特的养肝解毒功力，而且价格实惠，食用方便，远比昂贵的补药来得亲民。我们总说药补不如食补，与其等肝脏出了问题再去吃药，不如在日常饮食中就加入这些天然肝脏守护神，防患于未然。只要每周给自己和家人准备1次以上含有牛蒡、白萝卜、葛根、荞麦或乌梅的饮食，比如1道牛蒡炒肉、1碗萝卜汤或1杯酸梅饮，长年累月坚持下来，你的肝脏一定会越来越健康，血管越来越干净，气色精神也一天比一天好。当然，光靠这5种食物不可能包办肝脏的全部工程作用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。我们在吃这些肝脏解毒王的同时，别忘了尽量戒烟限酒，避免熬夜和油腻过量，给肝脏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。食疗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，也许短时间内看不出剧烈变化，但半年、1年后你会发现，以前容易疲倦、眼睛干涩、面色暗沉的你，
如今精力充沛，两眼有神，肤色红润了许多。这就是肝脏排毒通畅带来的改变。肝脏健康了，三高风险自然降低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更平稳，人也更长寿。所以下次逛菜市场，千万别错过这几样宝贝菜，把它们放心的拎回家吧。花小钱办大事，用美味的方式养肝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别再花冤枉钱买药了，善待肝脏。从餐桌上的这5种平价菜开始，给自己的肝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吧。您的肝脏一定会默默感激，为您的健康长寿继续努力工作。健康就藏在寻常蔬菜中，趁现在就行动起来，一起吃出一个干净强健的好肝。